因为首先出不了单，第一周之后就不是上下端就被打了嘛，被打了，天天被打，这时候在想怎么回家，但是拿不到手机，对不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他是夜里2点钟以后，就有的夜里2点钟以后，像我那个团队5个小组长，那大领导下去睡觉去了，然后或者他下去找人去嫖去了嘛，因为他可以自由出入或者招那个色情服务进来。那5个小组长他会留一个在那边轮班值守。你想夜里2点之后留一个值守，他也困了，他这时候一个人看80-90个人，他就不会那么认真。有的人偷偷就可能赶紧下个什么快手、抖音的跟家人联系嘛，因为有的家人是比较爱玩这些东西的，像我家人是不玩这些东西的，他玩这些东西就联系上之后再删。电话是没办法打的，没办法打啊。那一旦他因为没有自己的手机，也没有手机卡都拔掉了，那是缅甸卡，而且有人在那边试着打电话给当地的缅甸的警方报警，给果敢老街没有用，报警完之后第2天被打得更惨了，因为当地的果敢老街那边的那个官方跟那个诈骗公司都是一个利益链上的，他们根本不会来管这些事，只会把这个事告诉你，可能比如说你家有人来报警了。那你是怎么开始操作的？因为首先每个月有2次发手机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作为出不了单的人拿不到手机，每个月会有2次发手机的机会。这2次发手机的机会呢，它一个是接近月中，一个接近月末，它不是固定在某一天。然后发手机的时候呢，它会也可能是月初，他会就是让这几个组长去轮流看的，比如说一个组长看10个人，他找他信得过的人，比如说一个人给我看10个人，看10来个人在那屋子里，只有1小时时间，对不对？这1小时时间肯定不准那个就是语音或者说视频的，就是只能通过打文字。如果要语音通话的话，需要放免提啊。然后他会就像我，比如说被一个组长这个10来个人被一个组长来回就盯着。这肯定就大家很担心，也不敢反抗，因为反抗他盯死你了，那只能赶紧的快速的登手机，登微信，登完之后，就是因为怕他看到密码，又不能是表现出抵抗，因为他没有权利抵抗。那包括打的字也不能删掉，有的人就是可能跟家里传递什么信息完之后把信息都删了，他感觉不对劲，他说已经半小时了，你他妈的怎么字一个都没有了，拖出去重打。暴打就是1丈红，甄嬛传的1丈红，因为他怀疑你跟家里人联系了，所以都得偷偷摸摸的。然后我是8月份那天，我想跟谁联系呢？首先我家人，因为我只有一个母亲，但是我那个母亲吧，她也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说实话，我怕她到时候会露馅，怎么办呢？我这个老婆吧，毕竟我们俩连结婚证都没领，而且她跟我一样单亲家庭，家里也没钱，我也怕她受连累。那我想跟我的发小联系吧，因为我的发小是我的好朋友，而且他在老家他也不会受到什么威胁，而且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同一年的，他也不会说，他肯定就是说反应力还够。我就跟他打字，因为他被来回巡视监视嘛，这个字又不能删除，我说老姐你还好吗？然后他说怎么了？今天那么客气，对吧？然后我说他发了语音过来的，我说你这打文字就行了，不用发语音。然后因为不准发语音嘛，不准我发语音吧，我打文字就行。我说你去看咱爸了吗？他一愣，回来一个咱爸，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父亲，哪来的咱爸？然后我故意说，我说你没去看我老爸吗？你不是经常去看我老爸吗？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愣了，他说你没事吧？然后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他随便回一个，被我那个领导组长看到，他怀疑我了。这个时候我说他肯定觉得我说我就笑了，因为那种就是当时就一拳打过来了嘛。我说我被打也不能还手，对吧？我说他可能觉得我平时没有这么关心家里人，你不信我给他发个语音。他说你给我发，我就发了一个语音。我说老姐是我，你是不是感觉我今天那么关心家里人，好久没关心了吧？然后后来他才抵消语力，因为我当时被他打了2拳，然后。后来，因为在那边的小组长呀，你想他都开过单有钱的嘛，组长他是有底薪的，每个月1万块人民币，他平时都是吸毒的嘛，说那边的什么麻古啊，什么冰粉啊，那冰粉100块人民币一包，什么麻古什么就是5块钱1颗人民币，他们都可以从外面送进来了，通过什么 Telegram 啊，通过什么 IG 啊这些软件，因为那边人都用那些东西嘛，就是都可以送，出不去。我趁着他上厕所去打那个 K 粉往鼻子里，就他们用那个烟盒那样的银色的锡纸往鼻子里打那个粉，去打 K 粉的那1分钟，我赶紧给他发了几个重要的字，我发了缅北
果敢老街救我红莲宾馆7楼，然后我赶紧把这几个字给删掉了，然后。等到月底8月底的时候，再一次跟他联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那个发小显然是感觉到不对劲了。他这样问我，你跟他联系不到一会儿，他回我信息了。他说你等一会儿，我在外面忙呢。然后我过一会儿，他说老弟啊，我去看咱爸了，我想跟你微信聊一聊你爸的情况，可以吗？我就问组长，因为他能说到这个你爸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知道我有问题了，因为我根本没有爸爸。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组长说可以啊，语音给我公放对吧？公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也怕露馅，我说老姐啊，我们领导也在旁边了，因为我在外地出差的，听听咱爸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他就懂了嘛，他就说我去看咱爸了。然后这时候我听到旁边应该是我妈跟我外婆在叹气，他们肯定感觉到事情出事了，因为那个信息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才回，他肯定是找到我家了，对不对？那个小县城找到我家了，出事了。这个时候我就说，他就说你爸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想跟你视频也不让视。我说没啥视频的，我跟领导都在喝酒呢什么的。后来然后那天晚上之后，因为1小时就要交上去嘛，交上去我就赶紧退出微信，我就害怕就是被看到，对不对？因为每次微信打开只能收到3天以内的信息，因为退微信之后3天以外的信息收不到了，看不到了。然后那天晚上之后，我估计我家人就是现在回忆，应该是那天晚上之后，我家人开始报警了，因为知道肯定出事了，说明我发的信息是有问题的，什么缅北，因为肯定出事了，知道了，开始报警了。后来这样我就在这种一边挨打一边跟家人沟通的过程中，到了9月29号，因为我已经每天都被打，而且经常被打内伤。你想，我一个头就按那个小组长是个05年8月13号的生日，才18岁，是广西柳州人。他化名叫阿东，我不知道真名叫什么，因为那边的化名，就我们真名他们能看到，但他们的真名我们看不到。我们真名贴在那个手机上的嘛。他每天每天没事就打，因为我又不是那种就是说会讨好他，又没有钱讨好他。你想天天打头打脸，我的头就算再铁，天天被打。怎么可能不难受？你看现在我在那边每天被折磨的，你看我现在头上多稀，我37岁，你看我现在头有多稀的头上。你说一个正常的37岁的人，我又不做什么特别的工作，怎么会头这么稀，对不对？头发掉成这样子，每天头发不停的往下掉。9月29号中秋节那天你之前就联系过一次，不中间就那联系8月底之后联系9月份的时候，他就9月29号才发手机嘛，然后就因为我又没开单拿不到手机，到9月29号中秋节，我在想怎么1个月了都没消息，对不对？8月底到9月29号了，那天中秋节是晚上放半天假，就他们每天从早上10点半到夜里2点是不休息的，夜里2点之后外面会放2桶面条可以吃嘛，面条里面放点菜。就是他每个月就是那2天发手机的那2天休息只是休息晚上，就晚上6点钟以后就休息，就算休息了到夜里2点，让他们开单的人就会从外边就是通过那个 IG、Telegram 叫一些什么毒品啊、吸毒啊，或者说是叫一些色情服务，什么不管是中国的、缅甸的、什么泰国的那些色情人员进来，他们反正给现金也行，对吧？然后他们都会在那上下铺、那床铺，就是买一个床单，把那个床铺挡起来，在里边就是床上运动嘛，就这样做色情服务，什么800，就是最便宜的800的快餐，有什么1300啊、2000，什么都有嘛，只要有钱，俄罗斯都什么人都有。然后那天9月29号他们肯定狂欢了，对不对？有业绩的又吃什么穿山甲呀，又吃什么熊掌，对不对？反正那边是没有法律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没业绩的人，反正发手机看的手机就没有这么严，他看着那些小组长准备去狂欢，可能叫了一个色情服务进来，准备狂欢，就快点，然后说着他想嗨一嗨嘛，先到厕所去打那个 K 粉去了。他们有时候吸那个麻古，就我不知道是那个语音听起来叫麻古，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叫麻古？那边是5块人民币一颗，它是这样子，就是那矿泉水瓶子啊，他用那个烟头把那个矿泉水瓶子啄一个洞之后，把那个点着的那个烟头插在那个洞上，那矿泉水瓶子里面保留了1/4瓶的水，然后那个瓶口塞一个丸子，他说叫麻古，塞进去，那个水融化之后，那个烟头还在外面在燃烧，他就从那个矿泉水瓶那个瓶口开始吸，那咕噜咕噜咕噜吸完以后往外一吐，
哇，那个味道好香好香！因为我是不抽烟的人，我第一次闻到那个味道好香好香。他们经常这么吸在宿舍里面，我闻了好几天，我一问才明白那个什么麻古原来是毒品。后来我就偷偷的到卫生间把那个就是有的人买了卫生纸，我塞到鼻子里，因为他们3天2头吸那个麻古，那个毒品我怕上瘾嘛，因为我想活着回家，我就天天把那个鼻孔塞上卫生纸液里。然后我不想吸，那个真的好香好香，就有点像一些所谓的奢侈品的那香水，很香，而且是清香，不是那种浓的香味。那天他到卫生间，就是监视我。9月29号中秋节，他到卫生间就是去打 K 粉、白粉往鼻子里打的时候，就吸，包括吸麻古，他是当我们面吸。打 K 粉的时候，趁着1-2分钟，我赶紧给我的发小视频，对吧？视频的说，我会怕被别人发现不对劲儿，就是我把语音开到最小，就是静音，然后就是视频，就那一次视频，我说怎么还没有笑，怎么还没那个，对吧？他就说，哎呀，你不知道，因为你这个没有什么证据不足，立不了案。从我们这老家到你大学户口所在地，到你长期缴社保的这3个地方，3个城市立不了案，到处立不了案，因为你证据不足啊。仅凭着所谓的语音，这个文字，这怎么能算证据呢？证据不足。然后你能不能发个定位？我赶紧发定位，发不出来，那附近的定位那种地方发不出定位，只能强行就是把选择附近的定位出来，就根本本身出不来定位的，只能选择附近的宾馆算出来定位，什么华纳国际啊什么的，什么福利来集团，那附近强行选择一些，发不出去。当时我也着急了，因为我感觉10月份会被卖掉，因为有的是被别的公司买过来的，他们有的进来手机都没有交到团队，就是说有的公司是手机就是扔掉了，所以我怕一旦再被卖的话，到下一个公司可能就没有手机带过去，这样一来就想跟家里联系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很担心怎么办？我也问他，我说你没去找我那个父亲吗？他毕竟是事业单位的领导，他说找了没用，他不帮忙，你也知道他什么人。我想想，缅北这边人都不是人，何况我那个从来没有负过责任的父亲呢？当时我也着急了，我真的没办法。他说家里真的想尽一切办法了。他说你妈妈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筹了钱也到处借钱，就再想办法找人找关系。所以我当时已经崩溃了，我当时完全崩溃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到了10月初，某一天夜里2点钟以后。突然那个就是快下班的时候，快结束工作，就2点钟以后，那个大领导就要回他的房间，他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就要去睡觉了，或者去嫖娼去了。他突然间在上面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就是真名字啊，就是其中一个是我的真名的许伯纯。当时我一愣，我一抬头，他说是你啊，我说嗯，他说你到几零几那个房间，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所谓他们的人事部嘛，那个房间应该是就是不同的人家里可能报警成功，通过警方就对过去名单吧，警方也会对接当地的一些华人商会对过去的名单，他们到那个房间去沟通，那个房间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事部嘛，他沟通其实是不准备放人的。因为他们不缺那个钱，他把你卖掉也可以卖个几十万，你家人哪怕交个100万过来，他也不差那个钱。他们有时候一晚都能输掉100-200万，对不对？几百万，就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看了，也不想放你回去。一进去，来自不同楼层的来了10来个人，都是他说，你们这些人不错啊，都能把这个信息送到家里边。当时我知道不对劲了。然后我感觉要被打了，对不对？但是至少证明我家人应该找到关系，能够把信息给传递过来了，不然的话怎么会念我的名字？然后当时他就说吧，你们都出业绩了吗？没有。为什么没出业绩？为什么？他说想出业绩吗？想出业绩帮你们换团队，我们公司这么多项目，这么多团队，还怕出不了业绩吗？你不想回家吗？放屁！就抽着烟那种感觉，我当时感觉再也走不了了。我当时已经10月初了，我很绝望，但是我知道我走不了的话，我一旦卖到下一个公司，再出不了单，还再被卖，可能就是卖到公海嘎腰子了，或者卖到妙瓦底嘎腰子，那我就是死了。我不想死啊，我真的不想死。后来我必须想办法争取这个机会。我当时我也急了，可是没有办法，在那边除了被打的份根本没有办法。他往你脸上吐口水，你都得往嘴巴里咽，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忍，又不忍不行，又不能得罪他，他让我们回去吧。他其实就是想把这些警方通过华人商会传递过来的名字的信息，
就是发泄一遍，骂一遍，然后他还没让人打人，那天晚上没让人打人，这个时候我就故意走得很慢，那房子也很小，他自己一个人一间房，不像我们的上下铺嘛，一个屋子睡10个人，我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外挪，等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把那个门带上嘛，因为那个门也不是很现代化，带的时候故意留一个缝儿，我等到前面那些人都走过那个楼梯口了，我赶紧回来把这个门缝推开，我把门一关上，他一回头，他一愣，他抽烟了，你他妈的你怎么回来了？我给他鞠了一躬，我说我能不能跟您谈一下，如果再不跟您谈一下，我如果被卖掉的话，可能这一辈子没有办法跟您聊天了。我是很正常跟他聊这样讲的，我说可以吗？给我一次机会吧。这个时候他抽了烟看看我，你讲，他就像翘了腿抽了烟嘛，中国人。我跟他沟通了，我说其实我知道能叫到我的名字，我家人肯定也报警了，警方也把信息传过来了，中国警方。他说是的，没错。怎么了？你他妈还想回去是吗？我说说实话，我想。他这时候眼睛盯着我，我说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权利不在于我，但是我想说一下我的感觉。我说其实那天你去选人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你把我从那个院子里选出来，我当时在那个院子里边，每天饭都吃不饱，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能力。在这里每天一日3餐，不管怎么样，米饭面条是可以吃饱的。在这里总比院子里强，在院子里我是必死无疑的，在这里我还看到了活着的，至少能多活一阵子吧。所以我相信你能选我，我们也算有缘分。你对我至少没有这么讨厌吧？你可以让我把话说完吧。我说说实话，我相信如果我将来赎人的话，这个钱比起你把我卖到别的公司还是能赚一点的，因为我这个年龄一看就不年轻了，卖到别的公司又没有出单，你卖不了多少钱，那我家来赎人，我相信你们要的赎金也不低，肯定能多赚一些钱。而且当然我知道您不差这点钱，但是我这个年龄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会来到缅北，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跟他聊了很多嘛，我说了我家的一个情况，我知道他们那边是没有感情的，我说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如果我是一个能出业绩的人，我相信对你是有用的，可是我是一个对你没用的人，你把我卖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你的同行，我相信到那个地方可能我也是个没用的，经过3个月的实验，我很可能还出不了单，或者也许能侥幸出个小单，就也赚不了，没法帮别人赚到钱。如果作为你的那些同行，他们每次从你手里买到的都是我这种没用的人，最后只能送去嘎腰子，送到公海上嘎腰子，那买这么多没用的人也会影响你的口碑，而且你把我卖回去嘎腰子，我这个年龄的腰子又不是10几岁20岁的人，这个腰子质量肯定也不太好，你看我头上头发掉成这样，来这边快3个月了，掉成这样的头发掉的。但是如果你肯放我一条生路，让我活着回去，我会感激你的。我说我家是信佛的，你让我现在念一些，因为我家老人是中医，小时候你让我念一些佛家的经咒，我都能念出来，我能念给你听。如果你肯救我放我这一次，毕竟你这个赎金也不1分钱也不会少，我回去我一定经常给你念经，我会帮你积德的。反正我跟他就说了很多很多，我给他不停的鞠躬，我说我跟你谈条件是没有任何的资本的，但是我真的很想活着回去，而且警方通过华人商会传递过来这么多名人这么多信息，你如果一个人都不放，也挺不给别人面子的嘛。你放一个人也就赚一点小钱，你也许我看起来不像个坏人，你把我放了，我家人给你的赎金拿过去赌博，也许还能多赌点，多赚点钱呢。因为我家的钱不是坏钱，我家不是有钱人，我家的钱都是血汗钱，这些钱它不是脏钱，你拿这些钱去赌博，也许能给你带来好运呢。我就跟他不停的这样说，他看我说话不停地给他鞠躬，他就把那个翘的大腿放下来了。他抽着烟，他把烟头往地上，因为那些人也没有什么文化素养，他也不会说放那个什么垃圾桶，就把烟头扔地上，用那个鞋就是把烟头给磨，就给踏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他拿出手机对那些警方的信息，他对照片对信息，他看了我，你叫许伯纯是吧？我说是的，我说您是要把我的信息对接一下给内地吗？他说这个是由你说了算吗？我说不是的，我是真的很想，我只能求你，我没有任何的资格。他看我
说话也不像装的，他看了我一会儿，他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我说真的吗？他说你要我肯定的回复你吗？你他妈的操你妈！我说不是的，你能考虑一下，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谢谢你。也许你这考虑一下，我的命就可以有了。然后我就给他鞠了，我最后给他鞠了3躬，我就慢慢的走出去了嘛。走出去就关门的时候，看他还在回头看着我，就是好像若有所思的看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因为叫到我的名字了。所以那个小组长感觉我有可能就是每次被叫到名字的人，要么被痛打，要么就会有1-2个有可能回去。所以这个每过几天会有1-2个人名字被叫到，那个小组长就看我很不爽。就那个2005年8月13号的广西柳州人，那个叫化名阿东的，他每天他几乎除了夜里打我棍子，他不打我棍子了，他打棍子时容易留痕迹嘛。从那天开始就10月初，这每天夜里。他白天就是没事找点事打我那个拳头打我的头嘛，打就把我当成练拳击的打。夜里他就直接让我趴在地上，他们打棍子，他怕我万一回家留下痕迹呢，他把我直接拳打脚踢，因为这样出来的那种红印第2天就消失了嘛，就这样打，他也不打我的脸，这个人很歹毒。后来我也研究为什么一个18岁的人这么歹毒，因为我听说他16岁以前就不学无术，在老家在广西柳州就平时也偷偷做一些贩毒的事，但警察不知道。然后后来到了缅甸贩毒，跟人家到缅甸发现缅甸那边毒品太便宜了嘛，什么麻古5块钱1颗，冰粉100块一包一小包，他就改成搞诈骗了。所以这种在社会大学成长的人，他虽然很早就不读书了，但是他比读书的人。他有更多的社会实战的经验，他察人观色能力特别强。他每天故意针对性的打我，我被打了，每天都很痛，但是又没有皮外伤，那种被打了身上红了，第2天慢慢退下去了。过了好几天，某一天下午，也是10月份那天下午，突然间，那个大领导在台上，那天下午反正不到傍晚，喊到我的名字，又喊了这个阿东，喊到我是化名吧。叫白开水的白水，因为化名自己起的。一开始那天化名我起了白开水，因为在那边喝不到白开水，就除了出业绩的人可以到大领导屋里去喝开水，我喝不到，都是冷水。我就起了白开水，他说人家都2个字名字，你要起3个字吗？我就后来改成白水了。后来上去他说给他对接这些账号的密码信息，当时我感觉难道我能回家了吗？他让我跟那个组长阿东去交接做化名嘛，交接这些 IG 的账号20个账号的，就是密码什么的交接完以后，过一会儿，那阿东很不爽，他感觉我可能要走了，对吧？在我背后又打我一顿，因为在那边打人他们是不拦的，就组长是可以随便打人的，大领导也可以随便打人，不拦的。因为那边我看到有人被打死，就是被打的，就是可能往家里偷偷通风报信被发现了嘛。被打了就半死不活的，就是那个就是一边让小组长底下用这个棍子赏吃这个1丈红，打的都是印子，然后一边在台上那个大领导踩着他的头拳打脚踢，就那个眉棱骨啊，那个鼻子到处都是血鼻孔，然后打得喘不过气，就让他把他拖到1楼小黑屋。有的人过1-2天又上来了，说明就是他没有被打死，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有的人上不来了，就再也没见到，说明死掉了。在那边就是说死一个人很正常的，所以当时他就拳击我几次，因为他感觉我可能要走了，果然又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大领导说白水跟我来，然后我一愣起来了，把他检查一遍，就是阿东检查他身体，把他因为在那边只有那个大裤衩对吧，大裤衩一个短袖什么也没有，然后检查他的口袋，然后还有拖鞋，每人发个拖鞋，然后把脚抬起来，因为他们那些不读书的人，在社会待久的人，他的察言观色能力很强，他都怕我脚底板会不会写什么字儿，就检查一遍身上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时候让我走了，把我带到下面1楼，下面有2个也是穿了军装的人，然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人过来了，然后对吧？包括那人事部的人也在过来了，然后过来就说是这个人吗？他们说是这个人，然后就拿那个微信，那边有个视频，那边我看不到人，就他们不露脸的，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就他那边的视频上对了一个像这个桌板一样。我说我叫许伯纯，他说哪3个字？我就说了许伯纯，他说是这个人，好，就把我带走了，带上车了。那一天我临走的时候回头看到他们看到我。那2个人就那个团队领导，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人事部的人，就都是中国人嘛，看我的眼神，我当时出门看到阳光了，你知道吗？我有
我从7月11号到那小院子到10月份我都没有看到过太阳，就是看不到太阳，因为到处都是那个密封的，根本看不到阳光。那天我抬头，我看到阳光了，这个时候旁边那2个人要递给我烟，我不抽烟，他们赶紧上车，我就上车了，我以为可以回到中国了，结果不是，到了另外一个院子。